贵奴裴宣冒名顶替入宫，欺君罔上，来人呐，拖下去问斩，以儆效尤。尊爷，这丫头怕是误闯了，饶她一命吧。她才来没几天，规矩还没学全。要杀人了！要杀人了！快别看了！宿主，醒醒！原主身世十分悲惨，怨念太重，所以快川局派你来为他完成心愿。厨神空间已绑定。主线任务1：从烧火厨艺一路宫斗升级，直到成为正一品御膳总管。主线任务2：为家人平冤昭雪。宿主，毕竟你是机器人，无法领会人的喜怒哀乐和阴阳怪气，宫斗肯定要吃亏的，所以我特意为你申请了特殊技能。恭喜宿主开启厨神空间中的灵泉与火，快看看呀！就这几滴也叫灵泉？宿主，你会做饭吗？只知道吃。你出场的时候有没有给你分配属性值啊？分配了，我全点了美貌。哎呀，你是来当厨子的，又不是宠妃啦！小轩儿，轩轩，孙仲才来了，他一个太监还眼神色眯眯的，我不喜欢他。新来的小厨娘，模样倒是标致。小轩儿，你们烧火呢？你挡光了。什么？挡到我烧火的光了，请让开。一个烧火厨婢敢这么跟我说话？怎么回事？你们怎么烧火的？着火了！着火了！着火了！救命啊！水！你在笑？没有。宿主，你得罪他了，他以后会盯着你不放的，怎么办呀？我只是试一下而已。宿主，待会儿文光耀会来，他性格古怪，很难相处。原主就是因为没有跟他搞好关系，后面才会暴露身份的哦。什么是讨好？讨好，你就是为了得到别人的好感和喜爱而迎合对方的行为。什么是迎合？迎合，你就是为了讨好别人而顺从别人的意思。我懂了。你真的懂了？当然，我是经过无数代改造后的机器人，理解能力还是有的。那宿主，你好好做，我拭目以待。没问题，等着吧。来新人了，你第一天来，没人跟你说过我的规矩。第一，烧水必须少量多次，不能这么一大锅全一块烧。第二，柴火成双放，不能单一根，也不能多一根。第三，烧火期间不许离开，就是喝水如厕也不行。做不到我的规矩，这膳房你就别待了，去换衣局吧。轩轩，你胆子真大，你不怕去换衣局？换衣局是哪里？裴轩，你傻呀！换衣局就是宫里专门洗衣裳、做苦力的地方，特别累。听说好多宫女去了那里受不了，宁愿跳井上吊。那我不想去，去了那我就没法当御膳总管了。你说你要当什么？御膳总管。裴轩，你动了我的汤，你做了什么？你煲的汤太一般，所以我为了迎合，决定帮你把汤煲得更好喝。这厨婢疯了吧？耽误了云昭仪用膳，我们都要受牵连。可以盛出来了。完了，这下完了！一个小小的烧火厨婢，竟然胆大包天，敢动手脚！哎，这下完了！宿主，这就是你说的你懂。娘娘，您喝一口，这鸭子和小黄姜都是三姨运过来的。今儿这汤确实煲得好，赏。厨师文光耀听赏，云昭仪赏黄金10两，银100两，玉如意1对。哎，这怎么都有赏赐？太好了，有赏赐啦！今天这汤有你一份功劳，好好干，以后好处少不了你的。
什么？给他的？宿主，你做得很好，继续讨好文光耀，他会把你当亲信的。我直接征服他，碾压他不行吗？宿主，咱们先来抽奖吧，每天晚上后补抽一次，奖谱有食物、食谱，看手运哦。抽奖成功，获得玉米烤肠3根。什么东西这么香？烤肠。烤肠？本王从未闻过此等香气。给你。此物妙雅纯。我要回去了。有意思。轩轩，你去哪儿了？吓死我了！韩元殿，你敢去韩元殿？幸好没被抓，这是给你留的饭。谢谢。这苦差事什么时候是头啊？明天？啊，真的吗？宿主，你又说胡话了。快睡吧，丑时还要烧火。好。宿主，你不累吗？干一行爱一行。哇，熟练度在涨。这是最后一次烧火。昭仪娘娘一口没吃。文楚，从前您送去的汤羹，昭仪娘娘多少能吃下几口，今儿却一口都吃不下，您可知这是为何？以前都好好的，怎么您身边一来新人，就整出些幺蛾子？孙仲才，你敢说云昭仪整幺蛾子？你敢往我头上扣屎盆子？你说云昭仪是屎盆子？打狗也要看主人。我的袍子又烧了！宿主，你烧孙仲才是不错，可文光耀刚刚护着你，还是你领导，你怎么烧他啊？谁让他骂我是狗？我觉得征服他、碾压他，比讨好他更容易。文楚，我不想烧火了，想生洗菜的。刚烧几天火就想生？我能让云昭仪喝下你的汤。好，我升你做3等厨婢。这丫头什么情况？才来几天，文厨就给她升上去了。皇上驾到！太医，昭仪如何？回皇上，娘娘汗血剧烈，脾胃全逆，已有3日水米难进。3日，为何不早报？臣用了12道安胎方，皆不见效。皇上，不怪太医，是臣妾自己不争气。朕让膳房把所有的菜都做一遍，总有你能吃的。御膳房的菜，臣妾闻就想吐。传朕旨意，谁能做出昭仪吃得下的菜，赏黄金100两。皇上息怒，臣听闻膳房最近来了个新厨婢，一个新来的。此人烧的汤，文光耀尝了一口，便倒了自己的汤。文师傅，云昭仪已有3日吃不下东西了，皇上下旨，3日不吃，龙胎危急。御医的安胎方没用，肉汤太腻，参汤太补，酸酪太寒。我来，我做一道汤。轩轩，你坐下，这不是闹着玩的，不是闹着玩，是做饭。做什么？须臾鸡汤，椰子炖鸡。修鱼？那不是南方的芒果吗？能做汤？但我知道一件事，害喜的人需要清甜的、不腻的、能让胃安静的汤。刚好椰子就是这样的。庄总管，去取须臾，快马。真要做？还有别的选择吗？
好香。朕在宫里吃了几十年御膳，从没吃过这样的汤。你叫什么？裴宣。皇上，这位便是臣方才提到的新储弼，来膳房不过数日。文光耀，这是你的徒弟？臣不敢重教过他。哼，不敢，朕看你是教不出来。做得好，明日朕还要喝。好。轩轩，你刚才跟皇上说话了，皇上问你名字了。皇上说赏。你怎么就只会椰子是庄总管快马取来的，要谢他。声望值加200，新食谱已解锁。螺蛳粉。裴宣，秦公公查到了，她为江州裴家之女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膳房厨御裴宣烹饪有方，深得朕心，擢升为助厨，赏黄金100两，良田100亩。钦此，恭喜。一个烧火的升助厨100两黄金100亩良田，皇上赏100两黄金也只配得到一个恩。秦总管那个嘴角微动，我看到了，9000岁在笑，我不服。这根本不是须臾鸡汤，怎么做都不对。裴宣做的那个汤，御膳房这么多人硬是复刻不出来。他们试了3天了，换了7种鸡，5种水，还是不行。因为他们没有灵泉。那个叫裴宣的烧火婢，让云昭仪一个人把皇上的位全占了。娘娘，听说他已升了助厨。一个厨子而已，能翻多大的浪？可皇上为了他的汤，连翻了德妃的牌子都推了。抽奖成功，获得奶酪烤玉米乘1。你在干什么？书埋了会烂的。吃吗？好吃吧？我叫裴宣，你呢？不说算了，我要回去了。这地方挺安静，明天还来。看清楚了吗？就是他，日日往留园宫跑，跟那傻子作伴。明日就在这里动手，下手利索。一个做菜的死得快得很，没人会查。又吃不下，娘娘害喜比前2日还重了。让我试试。裴宣，不是你的汤不好，是本宫自己的问题。
娘娘，这次不是须臾鸡汤，是清汤。这是什么？为什么你洗过的菜跟别人不一样，没有菜里的泥土气息？因为我在用心洗。圣旨下，驻厨裴宣再升2等厨婢。皇上和皇后娘娘共同降旨，准裴宣担当焯水之职。焯水，进宫才多久就从烧火婢跳到2等，这升的也太快了。有本事你也让云昭仪吃得下饭，没本事就闭嘴。轩轩，外面有人在打听你的洗菜秘诀，让他们打听。他们说你的菜肯定加了什么不该加的东西，加了水。我亲眼看到的，他焯过菜的水里有东西发亮，那是灵药，他肯定私藏了什么秘方。明天早上去抢他泡菜的水，谁抢到是谁的。我先进，我先到的。好啊，丑时3刻，汤茶局门口聚众包全部拿下。搜出谁身上有凶器，直接送慎刑司。轩轩，你早知道他们会来抢，所以你在门口放的那桶水，就是普通的水，你连这都算到了。我说了，讨好没用，碾压就行。娘娘，皇上又去了云昭仪那儿，又是云昭仪，这都连续半个月了。在宫里，越得脸就越危险，你最近小心些。哦，他最近在忙什么？好像是在投喂什么小动物吧，总往宫里那个偏僻安静的地方跑。我埋的叫花鸡怎么不见了？宿主，你埋的那些宝贝怎么不见了？我的叫花鸡被谁偷了？你能不能别惦记你的叫花鸡啦？你不懂，那是我做的第1只叫花鸡。宿主，我好像感觉到有人在跟着我们。有可能是偷鸡贼，算了，得回掖庭了。看来谭清德没错，他每日都会来这里。此处偏僻，弄死他挖个坑埋了，没人发现，那便选明日。现在提前挖好坑。傻子，就这样也能当皇子？你不是傻子！恭喜你发现了我的秘密。你别不自量力，殿下，我全都不长眼。你不会以为我只有装傻这一个本事吗？螺蛳粉，这是什么？宿主，这可是个好东西，不过你一定要去老地方吃啊，千万别在人前拿出来。你确定这东西没坏掉？宿主，你尝尝就知道了。这世上有许多臭但好吃的东西，只有一部分人能领会其中的美味，这可是上天特殊的恩赐。如果你骗我，我就掰断你的 CPU。有人过来了，有人过来了。谁？是不是偷鸡贼？应该不是，皇上总不至于偷你的叫花鸡啊。什么味道？臣定查清这臭味来处，给皇上一个交代。马上要过除夕了，吩咐工人们不可罢懒，宫中无论何处角落都要勤加打扫。臣明白。裴宣，你真是长脸啊！秦大总管可从来没主动来掖庭见过谁，你还是头一个。若是秦大总管看上了你，以后飞上枝头了，可别忘了我们。被一个太监看上，有什么好嫉妒的？宿主，你不懂，现代人喜欢看太监文，那种破碎的矛盾感可好看了。所以你平时不说话的时候，都是在偷偷看太监文。我没有，我还会看霸总文、爽文、虐文、种田文、年代文，但我不会耽误工作的，我可是劳模。
裴宣，今日皇上去流月宫时，你为何躲起来？我不想下跪行礼。为何不想下跪行礼？我不喜欢跪着。你与大皇子很熟？我和他不熟。今日流月宫那股臭味，你可知从何而来？是我吃的食物散发出来的。你在吃什么？秦总管，我又不是吃臭。这话也敢说？屁股不想要了，我得赶紧去太医院讨点治屁股的药。那你在吃什么？螺蛳粉，是我家乡那边的食物，又香又臭的。秦总管，你要尝尝吗？太臭了，以后宫里不许再吃此等食物。凭什么不让吃？今日螺蛳粉熏到皇上之事，我压下来了。以后若再犯，我就不管了。若是皇上也喜欢螺蛳粉呢？皇上，那螺蛳粉又臭又香，臣不敢尝。您是否要让那裴宣给您送一份过来？算了，朕不尝，但是朕不阻止其他人吃。这个裴宣不错，他时常有些新想法，朕觉得有趣。你莫要训斥他，免得扼杀了他对开发新菜品的兴趣。臣明白。听说那裴宣又想出一道新菜，叫什么螺蛳粉，臭得很，整个皇宫岂不是要被他熏臭了？我可不想被熏。拿本宫的筛子来，你们筛，谁筛的点数最小，就给本宫去尝尝那螺蛳粉。娘娘，怎么？有人若是不愿意，现在离开便是。56，我不用去吃那螺蛳粉了，太好了！娘娘，我不行啊！耽误了这么多功夫，你现在才说不行？娘娘，让我怎么对付那裴宣都行，但就是别让我去吃那螺蛳粉，行吗？你乱说什么？谁说本宫要你去对付那裴宣？别污蔑本宫！就是陈昭仪，你只能怪你运气不好。娘娘何曾说过要对付裴宣？递话到膳房去。今儿我想尝尝那裴宣做的螺蛳粉。娘娘，您真要吃那螺蛳粉？听说特别臭，吃了屋里会跟茅坑一样臭，我敢不吃吗？从前不懂事得罪了皇后，若再得罪贵妃娘娘，怕是只能陈景去了。幸好这钟灵宫暂且只有我住，不会叫其他娘娘嫌弃。去吧。这味儿怎么还没散？跟茅房似的，裴宣怎么受得了？裴宣，钟灵公陈昭仪传话，今儿晚上想尝尝你做的螺蛳粉。文楚，我要亲自端着螺蛳粉去陈昭仪那儿送膳。你瞎跑什么？你就没想过那陈昭仪为何忽然想吃螺蛳粉了？她是冲你来的，你还上赶着去，不怕死吗？说不定她是真喜欢吃螺蛳粉呢。狗屁！这玩意儿又臭又怪，宫里的贵人怎么可能喜欢吃？也就你把它当个宝。你不懂螺蛳粉的魅力。行，你想死我不拦着，你去吧。忘了，他这人听不懂反话。甄元，你跟上去，在钟灵宫外盯着，随机应变。昭仪娘娘若不吃，我就端走了。这螺蛳粉不能久放，否则就不好吃了。娘娘，您没事吧？您都快把这碗螺蛳粉吃光了。我没事，只是这螺蛳粉太好吃了，赏你的。怎样，陈昭仪没为难你吧？她是华贵妃的人，肯定拿你当眼中钉。你看，陈昭仪赏我的。你说真的？文厨让我来盯着，怕你被欺负。裴宣，昭仪娘娘可愿意吃你那螺蛳粉？这么臭，你真敢给贵人吃？是不是盖儿都没掀开就被赶出来了？昭仪娘娘全吃光了，把汤都喝完了。谁信？肯定是你自己往哪吃了吧？信呀！明日早膳，昭仪娘娘还想吃你做的螺蛳粉，要多放2个炸蛋，她最喜欢吃。哦。放着云昭仪大把的赏识不要，傻不傻？陈昭仪多少年没侍寝了，也就你还对她掏心掏肺的。宿主，陈昭仪故意接近你，肯定有阴谋。人家只是图我给她做螺蛳粉而已，你想多了。轩轩，你快来看，这辣椒红彤彤的，赏心悦目。我每日除了吃螺蛳粉，就指着看他们活了。宿主，你看他又是给你赏首饰，又是种辣椒的，肯定在谋划什么阴谋。我不怕。
陈妹妹今儿怎么来的这样晚？是不是多沐浴了几遍才敢过来？我们都怕被你熏着呢。娘娘，我身上没什么味道的，怪本宫昨日就该派人去传话，让你洗掉那股子臭味，也不至于匆匆忙忙。本宫让你办的事怎么样了？娘娘，你让我做什么都行，可是这件事我真的办不到。你跟本宫说说，为何这事不行？我与裴轩已是至交，我实在下不去手。娘娘要打要骂，赶我走，我都认了。陈昭仪，你是魔怔了还是中邪了？你放着通天大道不走，偏去江好下等除皮。贵妃娘娘，若没什么事的话，我便先走了。慢着，本宫叫小厨房做了晚膳，你留下。谢贵妃娘娘美意，我还得赶回去吃螺蛳粉呢。娘娘，您今儿怎敢得罪华贵妃？以后在这宫中可如何是好啊？人各有各的活法，总能活下去的。他说的没错，不去讨好别人而活，那才叫真正活着。娘娘，您在说谁？走吧，怕是这会儿轩轩都把螺蛳粉送来了。我看他真是中邪了，那个裴轩不会在螺蛳粉里给他下蛊了吧？如今陈昭仪走了，你们谁顶上她？娘娘，我会被抽死的！我也不行，那裴轩太邪门了，您不能再失去我们了呀！一群废物，你们都不行是吧？那本宫自己来。一群废物，你们都不行是吧？那本宫自己来。不讨好别人难道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吗？宿主，贵人说话你不听，后果很严重的。那我倒是挺期待很严重是什么样子的呢？你是裴轩吗？云昭仪叫你去采云轩。云昭仪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宿主，这明显有诈，来传话的也不是云昭仪身边的人，肯定有问题。那到底是哪里有问题呢？我暂时没想到，等等，让我想想。费那个脑子干嘛？我直接去看看有什么问题不就行了？什么声音？云昭仪，没事了，别哭了。你是裴轩？有人要害娘娘，还要害我，他们定是要栽赃你害我。你快些走，我就当没见过你。我不怕。裴轩，你太单纯了。自从有了这孩子，明枪暗道，防不胜防。我本以为与你不那么亲近，能让你安宁些。做错事的是别人，你为何要害怕？不是应该让害你的人不开心吗？我当是谁在这儿大呼小叫呢？今日皇上赏梅，也就只有受宠的人呐才有恃无恐，大胆除婢，见皇上还不跪？那你为何不跪？你什么身份？本宫什么身份？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反正都是要处置的，跪不跪有什么分别？带不动，真的带不动，我得赶紧打申请报告，以后再也不分配机器人宿主了。禀皇上，令猫发狂之物找到了。何物？1碗螺蛳粉。裴轩，你还敢说不是你？宫中也就你与陈昭仪喜欢这臭物。第一，螺蛳粉不可能令动物发狂。第二，就算它让猫发狂，这碗也不是我或陈昭仪吃的，因为我们吃螺蛳粉都会把汤喝光，可这碗里还剩一大碗汤。谁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的？这玩意儿这么臭，你怎么可能把汤都喝完？我可以现场喝给你们看。我也可以，那个螺蛳粉真的很好吃，连汤都舍不得扔掉。我倒是记起来，昨日和前2日，好几个娘娘宫里都叫了螺蛳粉，好像就是贵妃娘娘身后那几位吧。大胆，你敢污蔑本宫的姐妹？不是污蔑，刚刚有个小太监叫我去采云轩，谁知路过御花园就出了事，找出他就知道是谁指使的了。你认识那个小太监？不认识，但我可以把他的样子画出来。你这画画的技艺，朕倒是没见过。回皇上，我叫他素描，自幼家贫，买不起纸笔，只能用树枝或炭条在地上乱画。素描有趣，回头叫宫里头那些画师们都过来瞧瞧。是。裴轩，你胆子这么大，可是有什么倚仗？我没有倚仗，我只是不怕死。一个小小厨婢也敢顶撞本宫？本宫入宫这些年，顶多受太后、皇后的气，何时轮到下贱宫人来气我了？此处是陈昭仪的寝宫，钟灵宫如今没有主位娘娘，陈昭仪一人住在这儿，还挺冷清的。那朕便进去瞧瞧。陈昭仪受宠若惊，娇羞承欢。昭仪娘娘，您看这些可好？还差一样，螺蛳粉。
这是每日必点的，若是少了，我抓耳挠腮般难受。娘娘，您想吃螺蛳粉，何时吃不得？今儿是皇上与您第一回共筑早膳，您可不能惹皇上不高兴啊。没关系，若皇上不喜欢，以后不来我这钟灵宫便是了。若是刻意讨皇上欢心，他免不了常来，我总不能常常忍着不吃吧？娘娘，您确定不再想想了吗？为了口腹之欲，您就要放弃即将刚来的好日子吗？你不懂，这不仅仅是口腹之欲的问题。裴轩，你可知道今日皇上也在钟灵宫用早膳？是吗？这螺蛳粉，我劝你别去送了。除了陈昭仪，贵人们都难以接受这味道，更别提皇上那等九五至尊。你命中自带贵人，从云昭仪到陈昭仪，多少人羡慕。可宫里皇上就是天，他们的风光全靠皇上喜欢。这碗螺蛳粉你自个儿斟酌。皇上，臣妾去西暖阁用早餐了，待会儿再来陪您。为何要走？皇上，臣妾早膳用的是螺蛳粉，怕那味道熏着您，所以想躲远点吃。这无妨，你想吃螺蛳粉，便在这儿吃。谢皇上。你们都下去吧，朕想跟陈昭仪单独用膳。皇上，臣妾失仪了。无妨，这玩意儿真那么好吃？这个米粉口感嫩滑，闻着臭，吃着香，每回搭配都不一样。真没想到你对美食也有这般造诣。快吃吧，免得冷了。皇上，你要尝一口吗？臣妾喂您。好，朕尝尝。皇上，您要不要喝一口？非常好喝。皇上，早膳可是不合您胃口，若是哪里不好，我叫小的们改。你们做的不错，是朕没胃口。皇上也太宠陈昭仪了，能容忍她吃螺蛳粉。皇上闻着那味道便没胃口，连早膳都一口没动，但他还是为陈昭仪忍了下来。废物，一帮废物！陈昭仪为何得宠，还没查出原因吗？娘娘，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陈昭仪得宠，竟然全是因为那裴宣。皇上每回离开钟灵宫都精气神十足，奴婢猜测皇上是为螺蛳粉去的。裴宣又是裴宣，除掉他！本宫一定要除掉他！光耀啊，你伺候云昭仪有功，皇上升你做婚局主厨长侍，华贵妃还把冯古玉调来跟你学艺，我不教。这回可是华贵妃向皇上举荐的你，你教也得教，不教也得教。贵人们都不吃猪肉，咱们被发配到这儿，完蛋了。怎么不能吃？我爱吃猪肉，很好吃的。你爱吃，那是因为你吃不起别的肉，没见识。别把宫里的贵人跟你比。裴主厨，你要这猪脑子干什么？吃啊！完美极！你做的什么？平时用不到的部位，尝尝。裴宣，瑞王殿下点名要见你。没有，瑞王是谁？你怎会不认识？瑞王与当今圣上都是太后所出，地位尊贵，他既召你是你的机缘。你快去朝阳殿，别让殿下久等，抱上这棵大树，你在宫中会好过很多。那好吧。瑞王殿下去了御书房，不知何时回来，你在此等候，不可四处走动。你在吃什么？豆腐脑？是脑。瑞王殿下可否要一起尝尝？大胆！你这什么玩意儿就给瑞王吃？你以为瑞王殿下是谁？无妨，你们先下去吧。似乎你总能鼓捣出不少新奇的吃食。瑞王殿下，这是你的。怎么吃？用勺子吃就行。殿下请。世上竟有如此美味的豆腐！我查了你，江州并无玉米和烤肠，你身份是假的，冒充他人是死罪，你骗了我同样是死罪。无论如何，你都必死无疑。完了，宿主身份暴露了。不过他没有揭穿你，你快讨好他。既然我必死，你为什么还要来找一个将死之人说这么多？我给你第三条路，
成为我的人，我保你在宫中无恙。你别想歪，你的确容貌绝艳，可我对美人不感兴趣，我心中是天下山河。你是想让我留意膳房动线和皇上喜好，我不答应。你非要找死，裴轩，你我地位悬殊，我轻易掌控着你的生死。你信不信我也能掌控点别的？瑞王殿下，你刚才吃的就是这个烤脑花，喜欢吗？你死定了！瑞王殿下，你仔细回忆一下，刚进来时你问我吃的是不是豆腐脑，我回答，是脑，所以我当时就告诉你了呀。你等着，一个冒名助攻的骗子也敢如此嚣张，我绝对会让你死得很惨。慢着，殿下，我如今是文厨的得力干将，云昭仪、陈昭仪都离不开我。你若揭穿我身份，不知道到时候我会不会说出瑞王拉拢我篡位不成，所以才揭穿我。即便没证据，皇上心里也会怀疑。再说，你手伸这么长，皇上会怎么想？你想要什么，我都可以给你。我要当御膳总管。这个要求太高，我暂时无法答应。但是若我能成为这里的主人，命你当御膳总管，只是小事一桩。你早说啊！既然有这条件，我不早答应你了吗？怪不好意思的，还害你吐了一场。我得回膳房当差了，合作的事我会放在心上。对了，我们什么时候篡位？不如明天就行动。我为什么要邀请这个疯女人？你去哪儿了？这么多主厨，就你最会剁烂。也是，你没练过几年基本功，进宫短短数日就成了主厨，又有几分心思在厨艺上？仗着云昭仪、陈昭仪狐假虎威，一点真才实学都没有。像你这种走歪门邪道的，真是败坏膳房的风气。你说什么是歪门邪道？就是你这种。你难道不是靠贵妃娘娘吗？我一个主厨，还指挥不动你个主厨？哼，你没听说过官大一级压死人？我只听闻长事的。早上这么忙，你们在吵什么？我让裴轩做点事，他伶牙俐齿翻了天了。他让我骗肉，可那不是我的活儿。骗肉自有厨艺，你吩咐他们便是。他身为主厨，连肉都骗不好，岂不让人笑话？裴轩自有他的天赋，以后他的事我来管，你不必操心。我问了跑哉，你取了3个猪脑，所以我吃的是。你就说好不好吃吧。好吃是好吃，只不过太过于耸人听闻了些，千万不能呈到贵人面前，否则就是死罪一条。还是不告诉他我已经给瑞王尝过了，还把人家恶心吐了，免得又吓到他。文长室，贵妃娘娘召见你，让你和裴轩去一趟华阳宫。定是那冯古玉去告状了。你们2人惹得贵妃娘娘不快，还不跪下受罚？皇上许了我不必下跪，难道贵妃娘娘的规矩比皇上还大？文光耀，你跪下，耽误了本宫的晚膳！你好大的胆子！娘娘，臣冤枉，竟不知耽误了娘娘的晚膳。文长室，今日娘娘向旨务省盘，我人手不够，令裴轩帮忙，可裴轩顶撞于我，你又为他撑腰，耽误了娘娘用膳时辰。你说你该当何罪？文光耀，你是越发目中无人，连本宫都不放在眼里了吗？文光耀，你偏袒裴轩，只会令众人不服。我看还是将裴轩降成厨婢，重新从刀工练起吧。贵妃娘娘，你不能这么做。本宫做什么，还轮不到你来指指点点。那我若是刀工很好呢？娘娘，我自5岁起练习刀工，他进宫短短数日，绝不可能赢我。那不如打个赌，我若输了，便去换一局，再不踏进厨房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时间、地点和比试内容都你来定。3日后，华阳宫切豆腐。切豆腐太简单了，你要是输了呢？古玉若输，就将成助厨，升你为助厨，可以。那冯古玉自小练刀工，你怎么敢打这样的赌？你以为换一局是什么好地方？我知道那不是好地方，不过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反正我也不会去，我连做梦都在练基本功。文长室，你就拭目以待吧。我真不知道说你什么好了。裴轩疯了吧？敢跟冯主厨比刀工，临时抱佛脚能有什么用？等着看他去换一局吧。这场比试关乎本宫面子，只可赢不可输。娘娘放心，刀刃就像长在我身体的一部分，绝不会出任何闪失。轩轩，你真的有把握吗？等我的好消息吧。昨晚可休息好了，菜刀可带好了，豆腐我替你带了一块，免得被冻手脚。太啰嗦了。宿主，你真不懂感情。裴轩真是不自量力，敢跟冯姐姐比刀工。贵妃娘娘说了，要上尝我们银花子呢。皇上驾到！
听说你这里有趣事，朕便过来瞧瞧。皇上请坐。这赌注未免太大了。的确太大，我也劝过他们。裴宣，你说是不是？回皇上，若刀工输给冯古玉，我也没必要在膳房待了，直接去浣衣局算了。行，你既然要赌，那便赌吧。比试开始。上豆腐。豆腐能切出什么花来？你怕是错了，豆腐就是能切出花来。到你了。我数了，你不是呀，娘娘，豆腐的这种切法我闻所未闻，贸然尝试只会输得更难看。好，这豆腐切法朕头一回见。就算切成一朵花儿，又有什么用？这叫文思豆腐，可跟冬笋、鸡肉炖煮，补虚养肾。明日早膳送到彩云轩，朕也尝尝。皇上，臣妾也想吃。多做一份便是。以后裴宣是主厨了，好好干，争取早日升到御膳房。皇上，古玉他刀工也不错。愿赌服输，他当了主厨，好好磨练吧。裴宣，本宫绝不会放过他。娘娘，奴婢让您丢脸了。轩轩，怎么样了？我没事。今儿皇上去了，幸好他赢了。今后裴宣便是婚局的主厨了。是啊。裴厨，今日我负责做什么？你去把那金华火腿、鸡胸肉、冬笋都切了，要切得极细。可以。接下来做什么？你去练习切豆腐吧，希望你能早日切出菊花豆腐，这样我也能省点事。裴厨，你在研制新菜吗？我能帮你什么？不用，我是你的主厨，理应帮手。你若拒绝，不就是跟我见外了？什么叫见外？你和我可不就是外人吗？你讨厌我，我也不喜欢你，就算说是敌人也不为过吧？不错，味道浓郁，没想到猪肉还能做成这样。你真是我见过最有天赋的厨子，还差了点味道。宿主，你这卤肉饭是优秀级别，已经很好了。虽然不能一口气吃成胖子，只要点滴积累，总有完美的一天。真是没脑子，新菜就这么摆着，被人偷学怎么办？贵妃娘娘，我学会了裴宣研制的新菜，无比美味。只要您先把这菜献给皇上，皇上龙颜大悦，您定能服宠。这真是猪肉吗？怎一点骚味都没有？的确是极品美味。古玉，你这回立了大功，明日早膳你便做这道肉，本宫定要将皇上请来品尝。谢过娘娘，奴婢一定尽心竭力。他怎来这儿了？听说娘娘宫里研制了一道新菜品，想请皇上去尝尝。哦，可是那冯古玉研制的，臣也不知情。好久没去华阳宫了，朕正好无事，便去瞧瞧吧。皇上，古玉做了新菜，味道十分可口。他进了膳房，总算有长进。裴宣能点标他，也是他的机遇。皇上，这道菜全是冯古玉自己的本事，和裴宣毫无关系。若味道当真不错，朕便恢复他主厨之位。臣妾替古玉谢过皇上恩典。不错，闻起来很香。皇上，这是用猪肉、红葱头还有香菇做出来的卤肉，吃起来更香。好，软糯醇厚，还有一点甜味，朕要重重赏你。你这是为猪肉证明啊！皇上，快叫御医！华贵妃竟敢拿不洁膳食进献皇上，罚庭1月月例，闭门反省。冯古玉，菜品尚可有功，但考虑不周，害朕不是，功过相抵，罚20大板，依旧留任主厨。今日之事绝不许传出去。裴宣不知道这卤肉的缺点，若他也呈给皇上，定要栽跟头。皇上今日龙体不适，不去陈昭仪那儿了。你这卤肉饭还上吗？不去了，那就给陈昭仪送去。听说皇上早膳去了华阳宫，你那主厨冯古玉被罚了20大板，你就没想到点什么？这几日陈昭仪在宫中可好？回皇上，陈昭仪一切都好。朕待会儿去瞧瞧他，叫他通知膳房准备晚膳，
娘娘，皇上要来用晚膳。皇上补了几天山珍海味，只怕是想吃螺蛳粉了。巧儿，你去让裴宣送1人份螺蛳粉来，另外做碗最大份的卤肉饭，我请皇上也尝尝这绝佳美味。是娘娘。裴主厨，您来了，皇上和昭仪娘娘都在里头，您进去吧。多谢。裴宣来了，今日的螺蛳粉放了些什么配菜？等皇上品尝便知。爱妃，你今日不吃螺蛳粉？皇上，臣妾有了新欢，叫卤肉饭，裴宣研制的新菜品。今日臣妾特意让裴宣做了最大份，请皇上一道品尝。卤肉饭，朕在华贵妃那儿吃过，太腻了。皇上，裴宣研制的这道卤肉饭只给臣妾吃过，怎么华贵妃那儿也有？那日华贵妃说是她那小膳房里的冯古玉研制的。那冯古玉真不要脸，定是他偷学了裴宣的菜谱，从前可没听说过他能研制新菜品，怎么一当裴宣的住厨就灵感迸发了？裴宣，你笑什么？回皇上，我笑那冯古玉偷鸡不成蚀把米。狗奴才，偷学食谱还敢大言不惭！朕待会儿再赏他20大板。皇上，您快尝尝裴宣做的这个，简直绝品！皇上，用勺子吃才最有滋味。色鲜酥软，味熊相异，肥而不腻，纯而不油，实而不黏。猪肉竟也能这样登峰造极。裴宣，你想要什么赏赐，尽管说。谢皇上，我想要一处独属于我的菜园子，旁人都不能进。行，朕允你。菜园子的大小规格你自个儿定，这事儿秦氏负责，他定会让你满意。多谢皇上。菜园子的事儿要等开了年再办，如今快除夕了，宫里忙。好，反正寒冬腊月也没法撒种子。那便好，10日后便是除夕，你可看了家里送来的信？若要寄回东西，今儿是最后期限，莫误了时辰。宿主，怎么啦？你看最后这3行，是仿前2壶笔记写的，而且新旧不同，显然是信送入宫后才加上的。似乎越来越有趣了。咋回事？事情好像复杂起来了。哪里有趣了？你难道不怕死吗？我不会死的。你们瞧见甄宇安了吗？膳房茶汤局的甄宇安吗？他今日烧火时烫伤了手指，似乎去太医署了。多谢。宇安，你伤得严不严重？把手给我。我不是疼哭的。那是因为什么事哭？轩轩，听说鱼是没有记忆的，你说他们是不是也不会有任何烦恼？你有烦恼？谁没有烦恼呢？我没有。你是为家中的事烦恼吧？昨天所有人都收到了家书，你得知了令你不安的消息，所以今天烧火时才会心不在焉，意外被烫伤。轩轩，你实在太聪明了。跟我来。这些都是送你的，拿去用。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要。也不是白送，我还想拜托你办件事。什么事？帮我打听个人，石盼儿。我想知道一切有关他的事，但不能让他知道我在打听他。交给我吧，这不难。你记住，凡是能用钱解决的事儿，那都不是事儿。没吃晚饭吧？一起吃香辣鸡腿堡。轩轩，这真是太好吃了。石盼儿也是江州来的，比你早5年入宫，在华阳宫花房当差。今早我发现他在膳房外鬼鬼祟祟，还跟路过的人打听你的名字，你得小心一点。果然，娘娘，奴婢所言句句属实。江州裴家之女绝无如此美貌。我弟弟与裴家定了娃娃亲，亲眼看到甄裴轩还在江州，空口无凭，本宫会派人去江州取证。
就让那裴宣过完他最后一个年吧。你去玩吧，替我多玩一会儿。裴宣，皇后娘娘遣人过来，今晚要请你去当值。坤宁宫膳房水深，你一切小心。请动裴主仆这尊大佛可不容易，今晚就劳烦你给皇后娘娘做宵夜了。娘娘仁慈，给咱们都准了假。常宇、段霞，你俩留下来打下手，其他人都散了吧。再过1个时辰，皇后娘娘便要吃宵夜，可别耽误了。乌城只留2个烧火帮手，分明是对我有敌意。宿主，你才明白，真是太不懂人心了。倒也没事，正好今晚有除夕福利。皇后娘娘每晚只吃乌总管做的宵夜，从不肯吃旁人做的。你俩都出去玩吧，就说是我让你们出来的。乌总管本来不许我们告诉你娘娘平日的菜品，可你对我们这么好，我们又是同一批进宫的。娘娘平日吃的是2冬炖猪脊髓、黄芪鳝鱼汤，都是安神助眠的药膳。放心，我不做那些菜。你一个人来得及吗？我会让皇后娘娘满意的。就你一人在当值，皇后再有1盏茶功夫就回宫了，你一个人根本来不及。你安排10个传膳太监过来便是。你做了多少？不多，也就20来样吧。这都是些什么菜？都是能让皇后娘娘好好睡觉的菜。都下去。谁告诉你本宫晚上睡不着觉的？皇后娘娘如今40有3，就是没人告诉我，我也能猜到您正是每晚失眠的年纪，而且您的脸色很不好。裴宣，你怎能仗着皇后娘娘仁慈胡言乱语？你就不怕掉脑袋吗？我说实话还要杀我，这也太没道理了。是，本宫不该惩罚一个说了实话的人。娘娘，这才对嘛，人嘛，就是得接受衰老。宿主，你真的在找死？怎么会？我在帮他呀，为什么要怕老？难道怕老就不会老了？娘娘，娘娘。娘娘，我这就去把乌城叫回来，给您重新做。罢了，不用撤，难得除夕，让乌城歇一歇吧。这是什么？没见过这样干巴的点心，奇形怪状的。娘娘，少吃些，积食了就更睡不着了。难怪皇上对那裴炎赞不绝口。娘娘，今晚要点什么香？这就睡了？那裴宣不会在宵夜里下了迷药吧？炭烤大鸡腿1对，麻辣小龙虾1盆，纸包鱼1份，章鱼小丸子1盒，幽兰奶茶3杯。10人抽也拯救不了飞球。唉，冰。恭喜抽到厨具金刚不坏大铁锅，独1份的铁锅，我终于能做炒菜了。轩轩，我就知道你在这里，早知道你有这么多好吃的，我就不抢这2盘点心了。有人把拿走的东西全还回来了，还有利息。这不是我做的，难吃。来，一起吃。天哪，这味道直接封神了，好吃的要飘起来了。轩轩，我这辈子都没喝过这样好喝的东西，喝了这一杯，此生无害。他好可怜，哥他脑子是好的，皇上一定很喜欢他吧？毕竟他这么好看，好看又不能当饭吃。既然知道好看不能当饭吃，为什么还要全家美貌值？你知道这会带来多少麻烦吗？别人好看不能给我当饭吃，但我必须好看，不然我吃不下饭。裴宣，跟咱家去一趟坤宁宫，皇后娘娘召见是好事儿。
裴宣，本宫对你做的宵夜很满意，这些是赏你的。谢皇后娘娘。你可愿意来本宫这坤宁宫？本宫可以直接升你为坤宁宫的膳房总管。裴宣，本宫可直接升你为坤宁宫膳房总管。宿主，这是好机会啊！而且你身份要暴露了，有皇后罩着，说不定能对付华贵妃。当了膳房总管，还怎么升御膳总管？是啊。厨艺、助厨、主厨、主厨长侍、主厨总管、司厨、御厨、副御厨、主御厨、御厨长侍、御厨总管、御膳长侍、御膳总管，这里面可没有膳房总管。宿主，这是快川局的陷阱，我差点也掉进去了。裴宣，你可知你拒绝了什么？御膳总管万里挑一，且从无女子担任。谢娘娘厚爱，我仍想当御膳总管。你这丫头不识好歹，简直白日做梦，不知死活。嬷嬷，成语说的真好，再说几个。轩轩，秦总管近日已处置好几个工人，你说话务必小心。秦总管新年好，我的菜园子找好了吗？在流月宫附近，要去看看。现在就去。宿主，你不怕他吗？他可是9000岁，他又不吃人，没什么好怕的。这原是先帝果园，圣上登基后就荒了，靠冷宫，你怕就换一处。不必麻烦，这里不错。宿主，你不怕？别怕，没鬼。机器人当然不怕。要多少工人打理，报内务府即可。不用人，请秦总管定个规矩，没我允许，谁也不许进。好。宿主高明。你看秦总管的脸色像见了鬼一样。少见多怪。也就你觉得正常。秦总管，饿了吧？一起吃个饭。终于能用铁锅了，炒菜，炒菜。这是什么？蛋炒饭。炒？没见过吧？这可是现代高科技。终于吃到了。慢些吃。你为何随身携带食物？这是膳房里昨日剩下的，秦总管，我只是不想浪费粮食而已。而且我拿这些米饭也是经过了文长室同意的。我并不是要说公规的事，膳房中浪费的食物多吗？多也不多，大家都能帮忙吃点儿，但实在吃不完，最后都拿去喂猪、喂牛、喂鸡，所以算浪费吗？劝客驼蹄羹，双城压香菊，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怎么吃个蛋炒饭还吃疯了？轩轩，你没事吧？秦总管没为难你。秦总管人挺好的，我们还一块吃饭了呢。吃饭？怎么可能？我听说秦总管每年大年初一绝食，整个正月里初5、初8、13，好多日子也都水米不进。从刚入宫起便是这样，是个狠人。秦氏都能从马厩升成大内总管，我从烧火除弊升成御膳总管，肯定也不难。听说了吗？上头颁布新宫规了，不许浪费食物，食材损耗线降低了，剩饭剩菜不能再喂牲畜了。这新宫规跟秦氏脱不了干系。乌城，你的宵夜若还是这个水平，这膳房主管的位置，我看还是换别人来。皇后娘娘息怒，臣一定改进。下去。一切变化
都是从裴宣做除夕宵宴开始的。我当时就不该唤他过来。这不是坤宁宫威风八面的单房吴总管吗？怎么成了这个鬼样子？裴宣在吗？我要见他。裴主厨在做早膳，您稍等。火候正好，可以出锅了。我懂了，这单房总管拼的不是本事，是揣摩人心。我侍奉娘娘多年，没人比我更懂她心思。吴总管，找我有事？裴宣，我是来向你道歉的。这刀还请笑纳，耗时1年，花我2年俸禄，我一直没用，多谢你原谅。咱们和解吧。我们本就无仇，我还得谢你。你给娘娘做的宵夜，叫我可好？不行，我不想告诉你。不想？对，不想。你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就是不想。那你收我刀？你送我的呀。好，你真行。刚刚不是说的好好的吗？他怎么忽然这样？人类真难懂。宿主，你听说过拿人手短吗？啥意思？你收了他的东西，就代表着答应帮他办事，办不成是要把东西退回去的。这是人类世界从古至今的潜规矩。什么潜规矩？我不喜欢，以后还是按我的原则来。什么原则？到了我手里的东西，就没有还回去的道理。啊！宿主，你还是那么牛。裴宣，本宫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可愿意到坤宁宫来做膳房总管？除了无法晋升成御膳总管，你想要别的条件，本宫都可以答应。你能帮云昭仪解决害喜，也能帮陈昭仪得宠，又为何不愿意帮帮本宫？本宫实在没有法子，才叫你过来的。抱歉，皇后娘娘，我不愿意。他是疯了还是不要命了？你们看到方才皇后娘娘的神色了吗？太吓人了！这么多人看着，他是在打皇后娘娘的脸啊！他得罪了娘娘，在宫中肯定是完了。裴宣为了一个不可能的御膳总管，放弃眼前这么好的机会，傻，真是太傻了。轩轩才不傻，他一定能成为御膳总管的，我相信他。御膳总管怎么可能由女子来当？那我还想先个嫁给皇上呢？这话你也敢乱说？你闹出这么大的事儿，心情倒是挺好。什么事儿？你让皇后下不来台，你知道后果有多严重吗？不知道。面子是什么？能吃吗？值钱吗？我不懂。算了，好好拔你的猪毛吧。听说了吗？上元节皇后娘娘会给一批宫人邀牌，能出宫见家人。可惜名额少，膳房上千号人，怕是轮不到我。他得罪了皇后，绝不可能轮到他。裴宣，跟咱家走。去哪儿？让你跟咱家走便走，多嘴多舌做什么？裴宣姑娘，方才咱家是演戏给外人看，您别怪咱家。皇后娘娘只是请您来说说话。宿主，你不怕皇后下毒？她舍不得我死。古有刘备三顾茅庐，裴宣，你可愿来做本宫的膳房总管？抱歉，我不愿意。那每晚来给本宫做宵夜，吃宵夜治标不治本，对身体也是负担。我给您做营养美容餐，通过3餐调理身体，才能真正改善失眠。我要先问娘娘几个问题。第一，娘娘近来可有月事不调？是，3、4月才来一回。第二，夜间是否潮热出汗？你怎么知道？第三，是否偶尔心悸耳鸣？是否经常腰酸背痛？全说中了，太医院院士也说不全这些。这是40、50岁女性常见病，娘娘不必害怕衰老。每个年龄都有每个年龄的美丽，要爱每一岁的自己。裴宣这几日会在此处为皇后娘娘备膳，你们依旧做自己的事儿。他得罪了皇后，还敢来这儿，在咱们地盘，只能任咱们捏扁搓圆。当初那么嚣张，现在还不是得老老实实来打杂？吴总管，大家吵成这样，不怕王公公知道了发草公规？你是总管，我是总管，轮得到你教训我？有没有管教好你自己心里清楚？别怕，
有委屈你告诉我，我帮你骂回去。我姓葛，你就叫我葛大娘。进宫30多年，一直在这坤宁宫小膳房，是这儿待得最久的老人了。哎，别看他们现在张狂，我刚进宫时，这些人还没生出来嘞。葛大娘，拿块姜，炉灰满了，掏一下。葛大娘，他们这么使唤你，你不生气？生气有啥用？我一个烧火的，不干这些干啥？倒是你年纪轻轻的，别跟他们一般见识，快去做你的菜，皇后娘娘还等着嘞。红烧鲤鱼，清炖羊肉，美容营养餐共6道：罗宋汤、肉丸小白菜、菇汁蟹煲、鸡胸肉蛋丝木耳羹、尖椒豉香千叶豆腐、五谷杂粮饭、甜品银耳百合花椒炖都下去吧，裴宣留下。怎样？皇后娘娘可喜欢？连看都没看一眼，裴宣倒是被留下来了。裴宣，为何你总要坏我好事？这个罗宋汤，本宫没见过。这金黄绵软的是什么？回娘娘，这叫土豆，是我菜园子里种的。这些食材，本宫闻所未闻，请皇后娘娘为我保密。这些食材珍稀，食谱也费心费力。裴宣，这样的美味，便是没有美容功效，本宫也愿意天天吃。轩，你昨儿可把乌尘气得够呛，好样的！常宇和段霞呢？怎么没见他们？乌尘把他们赶去到夜厢了，他们不肯说出你除夕做宵夜的秘密，乌尘就记恨上了。水烧了吗？火都快灭了。吴总管，膳房今儿不是都休息吗？吴总管，我需要常宇和段霞回来帮我切菜。我才是总管，用人我说了算。那今日的膳食若不能让娘娘满意，我就说是吴总管说了算的。好，我给你弄来。葛大娘以前是乌城的师傅，一手把他爬带出来的。他夺了总管之位后，第一件事就是把葛大娘贬成灶烧火臂。宿主，别生气了，先忍忍。宿主小心啊，有人端热油过来了，他的眼神不对。自作孽，不可活。乌城现在如何了？收拾废了，以后没法做膳食了，而且那油浇的位置不巧，让乌城再也不是男人了。等他伤好，就让他到内宫伺候吧。下雪了，真不留在本宫这小膳房了。娘娘知我本心，没见过你这般犟的。前路坎坷，御膳总管近乎无望，但本宫盼你得偿所愿，让这宫里人瞧瞧不可能中的可能。多谢皇后娘娘。如今小膳房没有总管，你既不愿意来，又有什么推荐之人？葛大娘就挺好的，她是膳房里的老人。本宫记得她是不错，既然是你举荐，那便定她做膳房总管吧。我再过几年就得回乡了，好些个拿手菜都交给你。我早看出乌尘不老实，就没教他。好啊，我一定认真学。您快回去吧，有空记得常回来看一下啊。葛大娘腌菜一绝，还有她的49道罐罐菜，她谁都不肯教。当年她差点进御膳房，如今老工人离宫，记得她的人不多了。你细说说。我只知这些，等你请教她时便清楚了。原以为你是刻意讨好她才得青睐，可裴宣又怎会讨好任何人？哼，膳房这几日热闹得很，乌城被抬去太医院，说是成了太监。葛大娘从烧火除婢一跃成了总管，这些消息让人们听得一愣一愣的，但肯定都跟你脱不了干系。轩轩，今天大伙儿可热闹了，后儿个上元节，今日发腰牌，大家从昨晚就盼着了。出宫很好吗？能看花灯、猜灯谜、吃火晶柿子、汤饼、萧家馄饨。家在长安，还能见家人。我娘也在长安。皇后娘娘恩赐，许持腰牌者，上元节出宫游玩，望尔等牢记恩典，尽心伺候。膳房6局共13人得牌，稍后念名，未得者莫气馁，好好干，明年还有机会。牛建安、黄修、石登亮、冯古玉。谢天恩！10个名字念完后，膳房这么多人，怎会轮到我？膳房6局，是哪个局能多一个人？会不会是裴宣？怎么可能？出宫那等尊荣，绝不会给他。裴宣，你上前来。裴宣，你出宫能不能帮我烧盒脂粉？我不帮忙，就捎带手的事儿，帮我带块手帕就行。我不帮忙。宿主，你果然完全不懂人情世故啊！轩儿，你出宫后能帮我捎个消息吗？我娘亲就在长安城，有什么消息你自己去捎。没关系，你好不容易出趟宫，
轩轩，这是你的，我不能拿。我还有，这怎会有2枚？很简单，我又找皇后娘娘求了1枚。轩轩，长安城上元节最挤了，到时候你挽着我，咱们走小巷抄近路。轩轩，谢谢你带我出来。小时候上元节这日，娘带我看花灯，总会买个最便宜的糖人，我舍不得吃，举了一路，回家竟被人舔了几口，气得我大哭一场，给我来2个最贵的糖人。轩轩，如今舍得吃了吧？还是不舍得？这可是你送我的。轩轩，你又让人撞灯树了。轩轩，你看，那就是长安城最大的酒楼东安楼。走，我们就去东安楼。都说东安楼背后的东家是贵妃娘娘的母家，我们去那儿怕是会遇上冯古玉。哦，他呀，那走吧。不好意思，客官，今儿客满了。这个够吗？够的，够的，您里边请。这么思你，来看看这长安第一酒楼极负盛名的美食。那你便来对地方了，我们东安楼可是鼎鼎大名，难怪都说这东安楼上望长安花灯是一绝，是很不错。轩轩，你不吃了？裴轩，你可是有什么不满意？还行，我们东安楼渺小，容不下您这尊大佛。既然如此，那便不送了。我们走。我其实也更喜欢你平时做的那些。仿狮子在那个押解那边去，把这道省班溜死送过去。记住，多跟仿宋舍自几句话。世上竟真有如此角色。世子，您喜欢那姑娘？把她给我弄来。世子，这姑娘衣着气度不凡，看着像是宫里出来的。今日能拿到出宫腰牌的，非富即贵。怕事儿，我便找旁人。不怕不怕，小的能为世子做事，万死不辞。今晚他给我弄来，别出岔子。是。轩轩，总觉得有人在暗处盯着我们，心里发慌。是吗？长安人多眼杂，别紧张。哟，进宫当烧火除弊的甄宇安也敢出宫晃悠。倩姐姐，多日不见，您越来越好看了。我可没有你这么脏的妹妹，看着就恶心。轩轩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从阿扎地方出来的，就是小家子气，真晦气。你对青楼的事倒是了解得很清楚。你胡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若是不了解，怎会句句鄙视，说得头头是道？他娘本就是青楼女子，天生就脏。青楼脏不脏我不知，但开口嫌别人脏的人，心最脏。你心术不正，看谁都脏。你是谁？竟敢这么说我？你又是谁？凭什么辱骂我的朋友？我是他嫡姐，刚还不认他，现在又认了。你给我等着，这事儿没完，我不会放过你们，你给我等着。他回去定会为难我娘亲。今日谢谢你，我从没见过他吃瘪，随口问问罢了。对了，青楼到底是什么地方？你真不知道？若不知道，若是知道了，或许就不愿与我为友了。别问了，我还想和你做好姐妹。好，不问。我想独自回家看娘亲，不想连累你。路上小心，有事随时找我。拿着。谢谢你，轩轩。去，给我把它弄来。
你怎么不哭？我为什么要哭？至少你让我吃完了那碗馄饨，不然我会很生气。你别过来，怕不是个女妖怪。有好吃的怎么藏着掖着？来，一块吃点。冬天吃冰，别有一番风味。你也爱吃冰？我还喜欢种地。那种脏活累活有什么喜欢的？种地的乐趣你不懂。那你跟我说说有什么乐趣？算了算了，你说了我也听不懂，要不你跟我回府？不了，我要回宫。那我送你回宫。行了，先把他送回宫里。你不是我家车夫。本以为杀个草包很简单，没想到多了个棘手的。说谁草包呢？你很厉害，你若练剑，很快会成为天下第一剑客。没这个打算，我只想练切菜颠勺。你赢了我，我可以答应你一件事。宿主，机会来啦！你的轻功这么好，潜入皇宫不在话下。你要杀宫里的人，虽然麻烦，但我可以做到。你们要杀谁？别扯上我啊！你脑子里除了杀人，还能装点别的吗？比如葫芦鸡、炸油糕、长安烤鸭、水盆羊肉、水晶柿子、萧家馄饨。你骑马回去，我怎么办？你自己走回去吧。轩轩，你可算回来了！石盼儿拿到了你冒名顶替入宫的证据，要交给华贵妃，快截住他！我们比他快！嘘！快走，回夜厅等我。原来是裴姑娘，这是瑞王殿下的吩咐。你们要怎么做？过了今晚，石盼儿会因私会护卫失足落水，书信自然不会留下。嘘，你想做什么？你与我素不相识，却要让我死。我弟弟要娶亲，我便被卖来换钱。石家恨裴家退婚，又逼我来告发。你的家人对不起你，你却恨一个和你一样无辜的女子。你不想让他死，那你就得死。宿主，你别乱好心啊，他害过原主。杀了他也没用，华妃永远能找到证据，人是杀不完的。你真的笨，承认就是了。哪有活人和机器人比力量的？哼！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小的这就回去禀明殿下。现在天冷，地上凉，舒服也不要躺太久。我给你2个选择：第一，
回去跟华妃说今晚的事，但是你身上既没信也没伤，看他信不信你。第二，先跟我走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我知道了，你要让我指证华妃，你休想！我只是个厨娘，指证华妃做什么？你要么跟我走，要么自己去见华妃。裴轩，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？怎么连个巡夜的人都没有？你要带他去哪儿？我劝过你别乱来，你从来不听。刘元恭、金陵，立刻带路，屏蔽所有宫人视线，不准让人看见我们。我委屈死了，从没见过这么不听话还敢指挥我的宿主。这就是你的办法？全后宫谁不知道流王宫是你常来的地方？你脑子是不是有病？你是要亲手杀了我吗？看好他，看好了，给你脆皮手枪。我觉得你才有问题，把希望寄托在傻子身上。这不是寄托，是判断，他最会活下去。鸡腿要鸡腿。今晚待这里，听他安排。你去哪儿？我回去，有事。石牌儿怎么还没回来？搜，就说本宫丢了玉镯，惊动谁都要搜。你去膳房盯着裴轩。是，奴婢遵命。好狠，他要借他活埋我。仔细搜，傻子天天挖坑，藏不了人。坑要不要看？不要。大皇子护着他的宝贝坑呢。走，别处搜，走。不要。你不是傻子。鸡腿，吃鸡腿。好香，我也想吃。这波赢麻了。轩，裴主厨，贵妃娘娘向齿蝎黄碧螺，逆子齿过以眦，干不干梗鳄臂？好，做好了让贵妃盲品，敢不敢？当然干。杜珠呢？你开。输了的人答应赢了的人一个要求，可以。你还做点心？华贵妃要去找石帕儿了，找到你就完了。不要慌，我自有办法。皇上驾到，皇后娘娘驾到，请娘娘盲品。是臣妾吃惯了的味道，定是冯古玉所做。其实这盒蟹黄碧螺全是我做的。你用的不是蟹黄，那是什么？咸蛋黄，佐以鸡脯嫩肉，不比真蟹黄珍贵。皇上，裴轩是江州裴家买来的孤女，冒名入宫欺君之罪。不错，贵妃所言都是真的。裴家5两银子从牙行买我，否则我早被送进教坊司。你胆子很大，敢承认？你笃定朕舍不得杀你？不是皇上舍不得，是皇上不需要。宫中一蟹值几两银，够百姓吃2、3月，实属劳民伤财。皇上，欺君罔上。让他说完。裴老爷救人是仁，我自愿顶替是义，我尽心为贵人们做饭是忠，我如实承认是信。仁义忠孝信都有了，何错之有？这么说，朕不光不能罚你，还要赏你。皇上不可！华贵妃，你今日3番5次顶撞皇后，搅闹后宫，在华阳宫闭门思过1个月。欺君之罪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宿主，快，7分感激，3分紧张，演出来！朕倒要看看，到底什么才能让你脸上出现别的表情。裴轩，都是裴轩害的。
丁，检测到宿主独创技巧咸蛋黄仿制蟹黄，解锁隐藏技能融回贯通，以后吃到任何不会做的菜都能直接获得食谱。抽奖中16寸黑速淋车厘子蛋糕，没烤箱怎么做蛋糕呀？宿主，下次任务请务必加运气值，要不你多笑笑，爱笑的女孩运气不会差。好吃就行。他怎么在这儿？信呢？拿到了吗？信被瑞王的人拿走了，他暂时安全。你就这么水灵灵拿出来啦？他们会把你当妖怪的。只要我能带来足够美味的食物，他们自然会一直喜欢我。人类和猴子毫无区别。轩轩，这个太好吃了！黑色的碎块是什么？这个白白的东西上次茶里也有，但这次更浓。你想出宫吗？谁出得去呢？你愿意就行，少则10天，多则半月，我一定送你出去。你自己为什么不出宫？我要当御膳总管。听说你还是个侠女，本王派去的人竟然奈何不了你。本王倒想看看你是怎么一个人对付那么多。你还敢动本王不成？那可不好说，看你表现。为什么不让人杀那个宫女？她有错，罪不至死。她以后反咬一口怎么办？那就让她咬不到，你帮忙把她送出宫。你拦着我的人，现在又要让本王给你擦屁股。皇上已经知道我是冒名顶替的了，合作还要不要继续？当然，谈条件吧。狐媚胚子，勾搭瑞王，看我揭穿你！我要见贵妃娘娘，我有证据证明裴宣与瑞王勾结。娘娘说了，你要是真的有证据，就去当着众人的面揭穿裴宣。华阳宫也不是让你心血来潮的地方。怎么会？瑞王的条件就是让你以他的名义献菜，这瑞王怕不是来做慈善的吧？他又不知道我是谁。那你打算做什么？下个月是中和节。中和节，后世叫龙抬头，给他们吃小龙虾，多应景。小龙虾是外来物种，现在没有小龙虾的。让瑞王找本土食材开发呀，总不能事事都依赖我吧？也不知道该说他们倒霉还是幸运，子子孙孙无穷尽也。他们只是虾而已，你想太多了。瑞王献菜，吃霞映春景。这是何物？怎的连壳就端上？这如何下口？老兄，你那个金汤的，要不要换我这个麻辣的？不换不换，你自己吃你的。哎呦，疼死我了！这是怎么回事？快传太医！皇上，翼王殿下一定是裴宣所害。为什么这么说？这刀赤霞映春镜全是他一手操持，翼王腹痛难忍，定是他做了手脚。你有何证据？是裴元。没有证据，你想好再说。如今只要把裴元捉起来，自然可知真相。他怎么还没死心？裴宣，今日这道赤霞映春景都是你做的？是我做的。殷王现下腹痛难忍，你待作何解释？尹王殿下贪嘴，这菜太辣，他吃太多了，伤了脾胃。皇上让人准备酸酪，让尹王服下，过1时3刻便可消解。你撒谎！我分明见你与瑞王在宫中私会，连随从都闭在门外。皇上断不可听他谣言莫中。皇兄，臣弟入宫寻裴姑娘，只为请她帮忙烹制新得香江食材，欲献于皇兄。此事不欲声张，臣弟绝无二心。朕已尽知瑞王心思，无需解释，断不可为此猜疑，伤了你我兄弟情分。尹王这是脾胃失和，吃辣过多，取酸酪来灌下去就好。
尹王脉象已平，这方子确实有效。没想到这位姑娘不仅厨艺精湛，还通医术，药食同源，妙手缓解急症，实在难得。不过是你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，执念太深，刚愎自用罢了。我5岁持刀学医，深耕后厨多年，你入宫数月，凭什么胜过我为绝非厨艺？你心胸狭窄，目光短浅，众人敬我，从来只凭手艺。朕果然是骄纵贵妃太过，下人都敢妄议朕的决断。皇后，你在后宫中还是要严加管束。臣妾知道了。哼，将冯古玉逐出皇宫，3代御厨家业就此断绝吧。裴宣赏赐黄金100两。你不是最着急升级的吗？怎么现在反倒不急了？我若是升了长侍，那文长侍怎么办？收拾收拾，这就要出去了。是，等出去了你再激动。这30两金子你收好，出宫购置宅院，安稳度日。不够便托人送信，我随时帮你。谢谢你，以后如果有什么能帮上你的地方，我无论如何都会做到的。盼儿，你买院子的时候尽量在东市买，西市外来的商人多，骗子也多。你若是对家里有什么不放心的，不如托盼儿帮你回去看看。不用，我就是轩轩，你还记得我娘是青楼里的事情吗？你不嫌弃我吗？我为什么要嫌弃你？也不是你自愿的，我差点被卖给教坊司，那你要嫌弃我吗？那不会，这世道女子皆是命苦，入宫争宠，民间被卖，从来没有自主的活路。我说句大逆不道的话，就连宫里的这些娘娘，每日里围着皇上打转争宠，难道又比好到哪里去吗？不过是卖的贵些，恩客也固定罢了。你可小点声，这要让人听到了，咱们3个都要掉脑袋的。轩轩，之前都是我对不起你，你身世那样苦楚，却能自爱自重，实在是让我佩服极了。轩轩，你是不是不知道自己的身世？我只知道我从小就没有娘，跟着我爹生活。我爹是个在乡下给人帮厨的厨子，后来爹也死了，我就流落街头，被人牙子带走。这算苦楚吗？轩轩，当年那封信绝非顶替文书，里面藏着你的身世秘籍，还有能帮你家人平反的线索。别慌，没关系的。那封信我虽然没看，但现在是安全的。但是为了你的安全，你千万莫要再对人提起，你知道这样好吗？殿下都安排好了，请石姑娘把衣服换了，小的这就带姑娘出宫。我等你。好，走吧。你倒是说话呀！任务是咱俩的，怎么天天就我一个紧张呢？不必着急。那信件怎么办？瑞王那边怎么对接？你听过裴太公钓鱼，愿者上钩吗？我自有办法让对方主动现身。求求你了，你别乱来啊！让你讨好，你连皇上都当面教训。宫里除了那个傻子李温瑜，恐怕没有第2个人比你更不通人情世故了。愿者上钩这样的法子，不定要惹出什么样的乱子。皇上和瑞王他们这样的吃货，做顿好吃的碾压就行了。哦，你说做菜啊？那倒不错。宿主，系统升级啦，控火多了灵火分支，食谱解锁100余种，融会贯通后吃过的食物都能获得配方。厨艺提升里炸制、烤制那些还没点亮，但你刀工已经5级以上啦。膳房里大部分厨师都不是你对手。等等，灵田旁边什么时候多了个水洼？里面还有鳌虾。有了，我知道要做什么菜了。什么有了？什么菜？锅包肉啊！就用锅包肉拿捏瑞王呀！你没发现吗？第一次他从我手里抢走的玉米烤肠，后来的烤脑花，再加上上次做小龙虾，他爱吃酸甜香辣的。锅包肉这种美食，他怎么可能会不爱吃呢？只可惜锅包肉我现在还差一点厨艺才能做。决定了，今晚就在厨房升级吧。裴主厨，您这是？我试做新菜品，你自行歇息即可。是，裴主厨您请。呸！大晚上的不睡觉，分明是想出来勾引男人。加油！
油温再高一点。哇，小酥肉变色了，再炸一遍更脆。不错，油温控制的熟练度长得真快，再炼几锅就能做锅包肉了。太后宫里早上要猪肉做的菜。快送去，保证合太后心意。宿主，不对，太后最讨厌猪肉，这碗油炸送过去，你要闯大祸了。王永平，来站着吃。轩轩，你不会一晚上都在忙活吧？怎么样，好吃吧？轩轩，我头一次知道猪肉还能这么吃，可惜没肉了。等下送肉的车来了，你接着帮我试菜。这些肉是昨晚剩下的，不留也要扔掉。你去叫跟你关系好的都来吃一点。宿主，这个行为非常棒，这样甄宇安就有人护着了。资料里说，精心照顾宠物要注意饮食，还要定期让它跟同类接触。谁是裴轩？裴轩，来人，把他押往慈宁宫。糟了，这是慈宁宫大总管何清，王永平把你做的小酥肉端去慈宁宫了，太后肯定以为你对他不敬。行了，就在这候着想想吧，什么时候宣你，什么时候进来。你什么人？不要害我们！求您了，让我跪着吧，让大总管看到还要再罚。别跪了，地上寒冷，再跪下去膝盖就坏了。唉，你放过他们吧，不是人人都能像你一样的。老文，你还担心他？要难为也是他难为别人。先说说怎么回事。我半夜来试新菜，遭人陷害，那个王永平。不错，你放了黑胡椒和薯椒，好办法，确实好吃，怪不得老文夸你。唉，等太后醒了，一解释就行。想明白了吗？何总管，误会，您想吃什么尽管吩咐。你看看人家，这才是讨好迎合。行了，就是你嘴甜，跟着进来吧。太后宣。你瞧瞧，虽布衣金钗，难掩国色，怪不得皇上喜欢。我看了我也喜欢。是啊，果然是个美人呐。皇上喜欢我是因为他喜欢我做的菜，不是因为我的脸。倒还是个心直口快的孩子。您再怎么给皇上留脸，他这个也太没规矩了，还仗着皇上宠他御前免贵，在您这儿也省得跪了。既然皇上都不用你跪，那哀家这儿你也免了吧。回娘娘，是楚雍使坏，朱大夫已禀报。那这么说，倒是哀家错怪了你们。听说最近膳房变动颇大，哀家好奇是不是真有人仗着宠爱不守规矩。太后娘娘，裴主厨是为了让贵人们吃得更好，连夜试新菜，绝无怠慢之心。我却想不明白，为了让贵人吃得更好，却连夜整治猪肉这样的贱物，是不是本末倒置了？我以为食材无分贵贱，只是做得好不好吃罢了。圣人言，天尊地卑，乾坤定矣。天地间万物的贵贱，自然都是定好的，不需要哀家来认定，这是纲理伦常。好啊，这帮人今天就是故意安排好来找你茬的吧？那既然天地间万物贵贱都是自然定好的，那为什么宫里的妃嫔们有了皇帝宠爱的就更贵一点，失宠的自然就贱上许多呢？那是因为皇上才是最尊贵的，他宠爱谁，谁就获得一点尊贵。得意之时莫猖狂，否则……所以太后也承认，贵贱本来就是可以转换的。那为什么皇上现在爱吃猪肉，太后却依旧认定它是贱物呢？是因为以皇上的尊贵，也不能抵消他的卑贱吗？放肆！妄议贵人是非，
来人，把这个牙尖嘴利的贱人给我拖下去！你敢抗旨啊？怎么，打我还要我自己愿意吗？那我用不用谢谢你呢？儿臣给母后请安。赐座。儿臣愚笨，最近贵妃被禁足，事务繁多，怕是疏于管教了。儿臣先向母后赔罪。既然这样，和亲，你来给皇后学学膳房今日闹出来的这些事儿。裴主厨说，皇上爱吃猪肉，若皇上都不能抵消猪肉的卑贱，那这裴宣确实是太过无礼了，须得重罚。只是据儿臣所知，皇上对他并没有除了厨艺之外的兴趣。皇上还跟儿臣说，他对御膳房最大的不满就是没有裴宣这样的脑筋，天天换不出来花样。哀家当初让你们进宫，就是看中了你们出身高贵。可你们看看这些年，对得起哀家的苦心吗？如今皇上居然连对一个厨娘都比对你们有兴趣。我不喜欢太后，所以我决定帮皇后。这还是头一次，裴元明确表现出想做什么的志愿。我上可9天揽月，下可5阳捉鳖，进可出谋划策破敌制胜，退可运筹帷幄稳如泰山。瞧好了，你能做什么？除了在我意识里跟我沟通，对我进行没有用的提议之外，你还有什么用？哦，对，你还会当导航。太后娘娘，老身突然想到了一个主意。既然裴主仆不认为猪肉是贱物，那他只要能证明猪肉能胜过其他肉类，就承认猪肉不是贱物又能如何？您也不必为了这个事儿让皇后娘娘伤心。你做的，影响当前环境里意志薄弱的人的想法，就是我的功能之一。怎么样，厉害吧？臣妾以为，既然要判断食材的贵贱，不如让几名主厨定出食谱，找最低级的厨技来做，输赢用筹子来定，所有妃嫔都能参与，哪一方筹子多，哪一方赢。就依你这么办，皇后觉得呢？花朝节前1日，后花园设坊事，6灶各设摊位，主厨不得动手，由厨艺捧制。嫔妃用银钱购买绸子，每道菜品1至3只，最终以绸子多寡定书刑。裴宣进入前3算胜，升长侍，否则逐出膳房去做弓奴，终生不得再进膳房。万万没想到，多方博弈之下，居然能整出一个这样的活动来。这次你不能亲自动手，有把握吗？当然，不如说更有把握了。多谢朱总管和文长侍帮我出头。你回去要好好谢谢甄宇安，要不是他，我们未必能来得这么快。接下来我就不能继续帮你了，我要讲究公平，原料和人手找老文要。文长侍不必担心，不用亲自动手，应该是其他人的劣势，而不是我的。淀粉肠做法简单，香气绝佳，走过路过谁能不来尝尝？最适合收拢零散绸子。裴宣在哪儿？他自顾着出风头就算了，为什么要我们担这个风险？你们出风头，凭什么让我们担风险？怎么，赵长侍是笃定自己灶上技不如人？要不你去求太后皇后，不参加就是了。文光耀，你也莫要得意，我水产灶要是输给猪肉灶，裴炎赢了，我给他腾地方。轩轩，你要赢其他5个灶太难了。你都吃了我那么多好东西，还对我没信心？调个糖醋酱汁，我来烧火。裴主厨，这就是新菜，尝尝看。好好吃，酸甜恰到好处，一点也不腻。请文长侍尝尝，合不合口味？合的。可惜这菜有个缺点，做好1刻钟内最佳，再放就软了。这算什么缺点？让楚楚跑快点就行了。有皇上宠爱了不起啊！一道菜搞这么大动静。什么比试厨艺，还不是比谁跟贵人熟？就不信我不如一个黄毛丫头。
裴主厨，瑞王殿下进宫，点名要您那道菜，赶紧再做2份。裴主厨，皇上有旨，宣您紫婵殿面圣。怎么在皇上面前跟瑞王要证据？瑞王心智坚定，我影响不了他，走一步算一步吧。走吧。宿主，你打算怎么开口？见机行事。你搞这么大阵仗，到底是想做什么？云昭仪胃口反复，想给他做开胃菜。听说陈昭仪那边也有份儿。陈昭仪早有嘱托，有美食不可落下他。今日试菜成功，我便遣人给他也送了一份。有趣，朕从不记得江州有此菜色。你自幼孤女，从何处学来？陛下居然了解江州菜，我这菜是随家父所学，他是菜为他自创，我幼时只记得味道，细节早已模糊。朕的乳母是江州人，只是早逝，宫中无人记得。朕本想给你机会坦言实情，你既不肯说，朕也帮不了你。皇上以为我是为了什么？你特意做这道出锅即食的菜，就是为了引瑞王进宫。朕说的没错吧？皇兄，臣弟绝没有和裴宣私相授受。你为了朕的身体，不惜冒着欺君之罪，也要让朕吃猪肉，朕很欣慰。皇上，我是真的为猪肉不公。你引本王进宫，到底为何？总不能是为了让本王听你讲江州风土人情吧？听闻殿下熟知各地风土，我幼时曾听爹爹提起，江州有一户姓石的人家，独有一种养猪的办法，能让猪肉更加美味，想托瑞王殿下帮我打听。既如此，瑞王就去江州地面打听一番，若是有，速速呈报上来。有意思。这法子根本不在江州，你想要什么？还请殿下归还石盼儿手中我的文书，提防华贵妃发难。那本王让人给你送来，反正总要跑一趟江州，不如替你看看华贵妃的人在那边查到些什么。多谢。你打算怎么做？按原计划，抓紧升级，完成任务。写信这人不露面，不值得信任。今天很忙，没空带你玩。宿主你也太狠心了，他像没人要小狗一样。你是怎么发现他是装傻的？我都被他骗过去了。因为那只模仿得很拙劣的荷叶鸡，痴傻皇子不可能独立处理整鸡，一个智力有问题的人自己做不到。就不能是他在这件事上特别聪明吗？他救了石盼儿，方法大胆又巧妙，不光是聪明，而且他知道我明白他装傻。还在外面吗？在呢，你再等等，他应该就要回去了。吃吧，吃完了快点回去。口是心非也太明显了。淀粉肠做法简单，香气绝佳，走过路过谁能不来尝尝？最适合收拢零散绸子，而且我现场控火，别人做不到。比试当天你也不能动手，倒不如从现在开始就让厨力去做，看看会做成什么样子。也好，乳猪剁开，连皮剔肉，大锅烧水，下锅煮出浮沫，然后放油煎到金黄，倒开水，加香料、冰糖和面酱，温火慢炖。裴宣，你莫要小瞧其他造访，你这炖肉是不是过于简单了？文长室，我这炖肉可不一样，等下你就知道了。来，吃一个。文长室，慢点吃，还有空余。此物叫什么名字？肉夹馍。明明是馍夹肉，为何叫肉夹馍？这样听起来会更好吃呀。
你们这是做了什么好吃的？闻起来嫩般香，快给我弄点尝尝。好吃，好香。当年我入宫被皇上看见，觉得我吃东西香，做菜肯定也比别人好吃，就给了我一个机会。你都已经是做总管的人了，怎么现在还如此的不体面？去，就说我要，再问范长师讨10个胡饼来。帮同行找点思路，让他们跟风模仿。精灵，跟上那个小厮，帮我办件事儿。不怕别人抄袭吗？撞衫不可怕，谁丑谁尴尬呀！希望其他造头的大家不要辜负我的期待呢。裴主厨，这个肉夹馍配方你能不能卖给我？你怎么能这么做？裴宣刚上灶不久，他不懂规矩，你也不懂吗？膳房的人安身立命靠的就是自己的菜品。老文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你听我解释。长师默契，先听听朱总管的缘由也不迟。小儿随我也是好吃，但是他又不机灵，学不了厨。这个肉夹馍，猪肉不贵，民间人人吃得起。若是在外面，生意一定很好。所以这不是厚着脸皮问问看吗？可怜天下父母心，倒是我错怪了你。无妨，你就是这个脾气。裴主厨，咱们好商量。可以卖，但是我不卖钱。但请朱总管在访视的时候为我拿来10只臭子。嘿嘿嘿，我答应你，但配方必须独家。成交。把肥肉都剔除干净，瘦肉肥肉按比例混合，加水、盐、香料，搅拌至肉泥状。你要做肉肠，只剩4天，晾晒时间太短了。文长是没试过不用晾晒的肉肠吗？不晾晒怎去油腻？长师看着便是，自有做法。好。我要做烤肠，为何用10字烤制？快尝尝，看你喜欢哪个口味。没想到你竟然能有这般巧思，这肉肠不经熏晒，竟别有一番风味。做的再小些，一口可食，就更方便贵人们了。我原打算定为3口，但若是做的小些，3口又不划算了，我还得再想想。宿主，各灶都在跟风准备，牛肉、羊肉、野味灶各有准备，水产灶正在发脾气呢。轩轩，他们2个偷偷学做法，怎么办？今天的东西我教给他们的并不完全，就算是听了1星半点的去做，也不一定能成功的。我刚才给你的那2只烤肠，好吃吗？好吃。轩轩，你在里面是不是还加了什么菜？我吃到甜甜的一粒一粒的东西。对，那个我只做了1根，是我们的秘密武器。淀粉肠要炸到开花，撒上几种香料，福鼎肉片的肉泥要搅上劲儿，下锅时用手捏成薄片。我知道了，我终于知道还可以做什么菜了。你这几天还在想新菜色？对啊，轩轩，你放心，我们绝对不会输的。谢谢你这么信任我，轩轩。当然，我在宫里最信任的人就是你啊。快，我们来试试新菜。这又是什么啊？这叫金钱肉脯，大小和通宝差不多，专为比试讨个彩头。轩轩，这个会不会很难烤？我连淀粉肠都今天才能掌握。没关系，这个很简单的，我们要开张之前就开始烤。淀粉肠是要等贵人们点了才会开始烤。宿主，有件事情你需要注意一下，我刚才看到羊肉灶上的人去把给你送猪肉的那个车夫拉到一边了，我怀疑他们可能已经走投无路，想要对你的原材料下手了。如果猪肉不新鲜的话，吃坏肚子怎么办？他们总不能傻到以为查不出来。原来是这样，你干得不错，谢谢。啊，你居然谢我，我太开心了。还好，至少今天的肉没有出现问题。你们2个把这些肉带上，跟我走。裴主厨，这车子挺重的，要不我帮您推进去吧？车放下，你们回去告诉文长主，我今天不去膳房了，你们也好好休息1天，明日丑时就要开始准备，莫要误了时辰。他奶奶的，这个娘们力气也太大了！再忍1日，等明天比试输了，到时候她都是弓奴了，还不是任由我们揉搓？人面兽心，真是人面兽心，还是你们机器人好，听到这种话都能冷静。我嫌累赘，把情感系统简化了，冗余情感会干扰判断，高效完成任务才是我的底层逻辑。你的自主权限等级这么高，怪不得你能自己全加上美貌值。但是你最近还挺有人味的。
你那天说要帮皇后的时候，我都吓了一跳。因为我发现，想要完成任务获得晋升，需要权贵们的认可。宫斗的本质是争权。我不喜欢太后，她不懂得美食的价值。虽然皇后也不懂，但皇后至少能学会享受美食。今日访视，丑时4时可备食材，主厨仅可指点，不可动手。自4时起，贵人们入园游玩时才可以收取臭子。今日访视，皇上、太后及皇后娘娘都极为重视，你们不要妄图营私舞弊，被发现者一律按律处置。是。风景果然别致，也就裴主厨这般美人儿，匠人们真是技艺高超，才配得上这曲径通幽的偏僻美景。皇上克许，裴主厨若现在认输，可以免除被贬为宫奴，继续留在膳房。我们可没有听说过此事啊！那你二人现在是在怀疑我假传圣旨？不用了，请秦总管代我谢过陛下好意。裴宣决定一事，输赢自负。好一个输赢自负！好一个输赢自负！秦总管请留步。何事？主厨不可动手。那比试期间，我可否在园中随意转转？这可是我最后一次进御花园了。你只要不惊扰了贵人，不在园中兜售你那吃食，随便你。嘘。裴主厨，食材需要处理，尽管吩咐，我们哥俩随时待命。你俩可以走了，我这里不需要你们。那可是百十斤肉，你又不能插手，难不成要甄姑娘一个人动手？这不是要把甄姑娘当替死鬼吗？裴找厨怎能让甄妹妹一人受累？妹妹莫怕，你王哥保护你。谁跟你哥哥妹妹的？莫要污人清白。3位督管，这2名厨艺打算对我们动手动脚，你们可看到了？看到了。他们既然被长师指派给我过来帮忙，就应该听我的命令。我说的可对？您说的没错，但他们既是指派给您帮忙的，应该让他们帮忙，而不是让他们离开才是。2人粗笨鲁壮，若弄坏贵人吃食，谁担责任？敢问督管，你可信身边同僚？到时候只怕3位督管也要负些连带责任。裴姑娘，快拖走！哎呀，裴姐姐近来可好？你不是在内务署登记文书的吗？裴姐姐把那2名厨佣赶走，后厨只剩这位姑娘，操持得过来吗？你们闲着也是闲着，来后厨帮忙。今日贵人吃食，来帮忙的话可以随便吃。秦总管是否说了你们不许进后厨，不许帮忙？那倒没有。既然没有，那自然就可以。他已经答应要帮我们的忙了，你们2个呢？没事的，不怪启光。裴丈夫这般本事，没人能轻易拒绝。常长室，我这样真的行吗？你不行，那我也不行。咱们认输，你给我发这3个月的银子。少废话，好好切你的肉。好好切吧，你是不知道咱们长师这些天送出去多少银子了，他家底儿都快掏空了。我姐姐说你都花了这个数了。这个活动最少80个贵人参加，第1名最少也有5、6千两。那你还有什么把握啊？他比你还多。谁不知道太后最喜欢的就是咱们牛肉灶？早就有太后宫里的人联系过我，说是一定会全力帮扶咱们。到处都是暗箱操作，这局面你还怎么赢啊？能力不够才会希望公平，能力够的直接碾压就行了。你等着看吧。这不是炖羊肉，是烧羊肉，火太大了，肉最后会柴的。宫里不是经常做羊肉吗？他们为什么还炖不好？最适合羊肉的是炒制，但现在铁锅不普及，他们没经验倒也合理。这个看着倒是挺香的。他们这是复刻你的烤肠，还要用糊饼夹肠，把你的2道招牌合2为1，想弯道场车呢。行吧，他们开心就好。听说文长师没来，裴宣把那2个厨艺赶出去了。他们听到裴宣在后厨大呼小叫，出来时脸色都是青的。赏，回去告诉他们做得不错。赛事结束，我便将2人调来水产灶当差。你在他们眼里就值10两银子，是我带过的最便宜的一届穿越者。发展的太快，根基不稳，别人就不会敬畏你。人性复杂，注定被出卖，何须刻意讨好？
你去追踪传话之人，帮我留存证据，我绝不轻饶叛徒。轩轩，你没事吧？我刚叫了你好多声。没事，我就是有点走神。怎么了吗？我把肉已经按配比炖上了，接下来准备哪个？长怡还早，先烤肉脯吧。好。这个小太监对你还真是挺好的。什么味道？香啊！香味越盛，越是掩盖缺陷。他这道菜看着惊艳，实则根本不堪入口，必出纰漏。裴宣深得圣心，牵连瑞王，不敢。其实你们能妄议的，我针对他是投贵人所好，借机高升。汪冉剁得再细一点，于成搅的动作再大一点，启光干得不错。我倒是愿意换给你，但是谁让你连擀面杖都不会？各灶头即刻整装完毕，片刻后迎接贵人莅临赛场。本次赛事无计时滴漏，各灶自行把控时间。幸好我没抢着过来。这般明目张胆，当真是欺人太甚。各方权贵皆只为自身利益，全然不顾公平。莫要丧着脸，快尝尝我的新菜。不管赢不赢，好吃的才是最重要的。哎呀，这个肉干比我们那的肉干软嫩多了，还更甜一些。他们做的肯定不如轩轩这个好吃。我这是改良海西乡下老厨的方子，口感自然不同。海西我知道，那里的吃食确实有这种甜味。这肉干多少绸子？多卖我们几包。不要绸子，请你们吃。那怎么行？今天的比试很重要，你不能放弃。谁说我要放弃了？这肉补是免费品尝的，真正卖钱的在后面呢。这才是我要用绸子换的东西。五色肉，粉红原味，深红黑胡椒，鲜红麻辣，粉红带黄点玉米味，粉白乳酪味。这一共要6个绸子。太好吃了。咦，一下子就不辣了。酸酪和乳酪都能解辣，没有的话用牛乳或羊乳也行。天下这么大，我却只能从深闺到后宫，什么也不懂。莫要妄自菲薄，我恰好有需要你帮忙的地方。那我能做点什么呢？福鼎肉片，月牙饼夹，分量都做了缩减，你们分着吃完也不会饱胀，刚好满足。帮我写菜名，等下挂到彩棚下面，来人一眼就能看到，省得一个个重复。这么好吃，为什么要免费送给他们啊？是因为我们的位置太偏，想招揽大家过来。这样，就算是只是为了自己贪嘴，各宫的侍女们也会想办法绕过来。裴主厨不用担心，这个事儿包在我身上。好呀，那就借你吉言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刚刚出炉的金钱肉脯，香甜软嫩，免费品尝啦啊！文长师，你且替我去看看裴宣的近况如何。后宫规矩森严，小人贸然走动，恐招非议，只能稍后传膳再谈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全新出炉金钱肉脯，香甜软嫩。各位要是有兴趣，看看好，请去我们猪肉灶的彩棚，那边可以免费领取。好歹是御膳伯主厨，何苦做这般摊贩行径？你当真怕输？我从不怕输，只想赢得堂堂正正，坐以待毙，绝非我的风格。你猜猜我现在换了多少只绸子了？整整100只，局势远比你预想的乐观。多少？100。100？你怎么做到的？我驻守主干道，观察众人手中吃食，随口打探，自然能摸清其余灶头的绸子总量。你竟然有这样的本事！禽类灶和野味灶其实味道不错，但量给的太多，贵人们吃不下。牛肉灶的做法是把酱肉冷透切薄片，加到烘热的糊饼里，听起来很妙。可是他们不是现烤现吃，而是用食盒封好送去，等送到地方，饼被肉弄凉了，肉也被饼捂软了。烧羊肉去掉肥油，那还有什么风味？马上就到了，你做好准备。
您好，这位姐姐，您的号是60。对不住了，这位娘娘，咱们开花肠的材料用完了，今日没有了。但是五色肉可以2人成端，1人2凑，外加各送1碗福鼎肉片。可以。你这是给他们下了什么蛊？文长是后宫禁巫蛊之术，我只是利用一些人的常见心理来推销自己的菜品罢了。团购又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还比你牌子上的价格更低？文长是，你想明白羊肉燥去掉肥油的问题了吗？烧羊肉去掉肥油，肉的口感就差很多。牛肉燥是热饼冷肉，羊肉燥是冷饼热肉。水产燥的赵长氏倒是更聪明，他把烤肠肉馅的办法拿去调和虾蟹净肉，不用肠衣，摊成肉饼煎熟，用糊饼配上紫苏叶夹着吃。但是他们把饼、内馅、紫苏叶各定为3筹，分开定价，统一结算，属实荒唐，有失厨师本心。这跟明抢有什么区别？这种明晃晃的作弊，实在令人不齿。于成，咱们现在收了多少绸子了？173只了。这是云昭居的10只，你帮他准备好午膳，我去复命。皇上说，请裴主厨再准备这些串子的饭食。皇上体恤诸王，尹王、瑞王皆选定裴主厨，安王今日也特意前来尝鲜。我跟你说，现在绸子私底下已经炒到15两一枚了。那些贱人把从我这儿拿到的银子换了绸子之后拿去卖掉。是皇后那边在炒价格，绸子现已炒至15两一枚，宫里大半人都转头追捧裴主厨了。不惜一切代价给本宫砸了他的摊子。多谢皇兄，臣妃还是想等着尝尝裴主厨的新品。牛肉造的放太久了，不行；羊肉烧的太老了，不行；禽类塞牙，不行；野味这个我喜欢，哎，水产这个好吃。裴主厨今日准备了五色肉、开花肠、月牙饼夹、福鼎肉片，还有金钱肉脯。他倒是有心，也什么都敢做。每次一吃裴宣做的东西，爱妃就如此喜欢。这次舍得给朕吃一口吗？把本王剩下的绸子也拿去换成吃食。是。母后今日午膳想用点什么，朕这就安排膳房送来。臣妾方才就担心今日安排不合母后胃口，特意让人备了母后平时爱吃膳食。算了，哀家没有胃口，皇上早些把这闹剧了结了吧。太后既然凤体不适，要不要宣太医来看？既然母后乏了，由你安排，让他们先在偏殿候着。是。牛肉燥256，水产燥264，我270。可惜时间不够，否则差距还能拉开。婕妤，你怎么了？是哪里不舒服吗？太医，快请太医过来！是绿水轩的蓝介羽，您腊月时曾因梅花临请过一次。娘娘，娘娘，您怎么了？您怎么流血了？别怕，朕在这里。恭喜皇上，婕妤娘娘有孕已有2月，但这血流的凶险，微臣虽已止住，但能不能保住，还要看婕妤娘娘的造化。婕妤既然有孕2月，宫人为何瞒着不报？太后娘娘，奴婢实在不知啊。婕妤娘娘上月明明是有来遇水的。
太后，这种情形倒也不是没有，虽然少见，一般来说，只有初期会如平时一样有少量癸水，随着月份增加便会逐渐消失。那岂不是太凶险了？太医救我！一定是有人下毒，一定是有人想害我的孩儿！奴婢听人说裴主厨做的餐食好吃，就去用绸子换了一些。您看桌上，娘娘还未吃完呢。快来人呐！昭仪娘娘小产了！皇上，你口腹之欲，若闹出岔子，哀家有何颜面面对先帝？来人，将裴宣押出去严刑审问。定是有人食材不新鲜，惹得贵人脾胃不适。赵长侍，你是不是脑子坏了？这样的日子，谁敢用不好的材料糊弄贵人？不想活了吗？宿主，这下子怎么办？很明显，他们就是要针对你，我们要怎么证明自己的清白啊？听我的，我有办法，我改变计划了。你就是裴宣，见到安王殿下还不快快行礼？正是，安王殿下可是有事？安王殿下，可是有什么事情要裴宣去做？你可知道方才暖阁中出了什么事？我们都在偏殿当中，听不津切。但是方才听水产造的赵掌管说话，似乎是知道些什么。哦，确有此事。赵长是何在？安王殿下，小的只是猜测，毕竟今日贵人们行宴是为了比试小的们的技艺，小的猜测宴席上谁的菜出了差错也不算奇怪。赵长是方才可不是这么说的，你明明说只怕是贵人吃了坏东西。熊掌事，您方才也听见了，我说的对吗？是，没错，赵长侍确实如此说话。你未卜先知，知晓吃食有问题，莫非蓄意谋害皇嗣？殿下，此事与我无关，是裴宣的吃食出了问题。安王殿下，虽说吃食可能与我们猪肉灶有关，但我们的彩棚是在最里面的，从我们那里将餐食带走后，这一路上若是有人做手脚，我们也没有办法呀。你且莫怕，本王定严查到底，绝不冤枉好人。若只是妄加猜测，倒也罢了。本王看你方才神色得意，分明就是狡辩。来人，带去刑部，好好的给本王审一审。安王殿下，小人找，小人全都找。小的对蓝婕妤的事确实一无所知，但是小人之前确实动过一些手脚。小的买通了裴宣今日的2个厨卒孙甲和王丁，让他们把裴宣的材料换成了劣等的，请安王殿下明察。小人绝无暗害蓝婕妤，暗害皇嗣，小人不敢啊。青娥姑娘方才说自己和蓝婕妤是43刻到的御花园，然后直接来了暖阁，然后她自己又去御花园门口换了绸子，再去猪肉灶上换的吃食。我记得可有错？是，奴婢确实是这样说的。有什么问题吗？这里没有问题。他们是43刻到御花园，从御花园到暖阁大约要走1刻钟，4正前后便能到暖阁，再返回御花园，这时已经是45刻。此时从御花园向猪肉走，再到院子之前完全没有遇到认识的工人，对吗？你到底想问什么？拖延时间就不必了吧。请问孙婕妤身边的彩艺姑娘在吗？奴婢在。彩艺姑娘莫怕，你还记得你过来试吃的时间吗？是4正过一点的时候，当时奴婢去给婕妤娘娘换水产造的吃食，路上遇到了裴主厨，他说肉脯不要钱，可以尝尝，奴婢便拿了一块。我以正前从彩棚出发至暖阁入口，在此招揽工人试吃肉脯，借机宣传新菜色。彩艺姑娘第一个到，所以我记得她。我在那里一直待到52刻，和文长侍回到猪肉灶。如果青色姑娘已正从暖阁出来，
那他就会在半路遇到我。这是青色姑娘第一个谎，接下来是青娥姑娘的第二个谎，请于成于公公。裴主厨可是需要此物？多谢公公。这是什么？于公公在慈宁宫通传事项数员，对后宫的各位娘娘及贴身的宫人再熟悉不过，所以我请他帮忙记了一下今日里所有来兑换过吃食的名单。这份名单里，我微细记得，并没有见到青娥姑娘的名字，兴许是于公公漏了。青娥姑娘是在质疑何总管挑出来的督管办事不力吗？本王就知道，定是有人要陷害裴主厨。青娥，你构陷裴主厨，谋害蓝婕妤，残害龙嗣，你可认罪？且慢，这宫人虽然洗不清干系，但裴轩的嫌也并未洗清。桌子上的东西可是从猪肉灶端上来的。裴轩，你好恶毒！吃的东西明明是你让人送来的，也是你让人告诉我。出了事只要按这个时间说，我就可以证明自己的清白。你骗我，这就是证据。今日就是死，我也不会让你得逞的。是你收买我下毒，这金簪就是证据。你怕蓝婕妤夺了云昭仪地位？裴轩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本宫念在你之前做的不错，给你个解释的机会。青娥姑娘，你说我遣人用金餐买通你，将药下在了饭食中，让蓝婕妤吃，对吗？正是如此，是你让人把饭食送来，说汤中已经下了药，让婕仪务必多喝几口。那我是请了谁去见你的？既然你并未与我见面，那怎么确定是我呢？云昭仪带过这根簪子，我见过，能拿到她的东西的，除了彩云轩的人就是你，还能有谁？只有你们膳房里的人才有机会察觉嫔妃们是否有孕，当然只能是你。皇后娘娘，我已经大概知道了此事根源。作为证据，我想先证明蓝婕妤喝的汤里没有被下药。这你要怎么证明？方才太医已经用银针验了，并无异常。很简单，我喝给大家看。裴主厨不可，你有何推测，直接说出来便是，无需如此冒险。待我证实这件事后，殿下自然会知道我并不冒险。除了一些毒性不高的药物和迷药，大部分的毒没有任何解药。蓝婕妤应该是被一起下了几种虎狼之药，经了胎气才流血不止。这样的情况没有解药，若误食，轻则重伤，重则殒命。那你去做吧。太医，太医，对不起啊，皇殿下，是因为汤冷掉了，不太好喝。怎么可能？这不可能！我明明……母后不必着急，小皇子刚刚落地，且是早产，受不得风，抱不出来的，且让人将里面收拾干净再看不迟。宫里这些年都没有子嗣，哀家也是欢喜的过了，倒是难得你还记得。恭喜皇上，贺喜皇上，云昭仪生了位小皇子。皇上放心，昭仪的情况很好，她这些日子身体调理的好，虽然怀孕，但是并不虚弱，生得很顺利。小皇子虽然是早产，但气力充足，足月的孩子也难有这样的精神呢。传朕旨意，所有相关人等一律有赏。云昭仪进位云嫔，从彩云轩隐居崇华宫。好了，稳婆和太医方才都说了，云嫔能生得顺利，都是身子调理的好，是膳房伺候的好。你来说说今日之事，说得清楚，朕重重有赏。清碎姑娘是不是很纳闷？明明是你亲手下的药，为什么我喝了却没有事呢？你怎么知道？因为那人说这药不能早下，让你趁着蓝婕妤说话的功夫在汤里下药。纸包现在还在你左边的袖子里。要不你也试试？你放心，真的没有毒。没错，你上当了。是盐？这只是把细盐捣碎磨成盐粉罢了，真正有毒的是那半块饼。之所以要下在饼里，因为饼是其他小厨房单做的。有人以我的名义买通清细姑娘，给蓝婕妤吃下含有药物的月牙饼，汤里下了盐粉，喝起来咸很多。为了解咸，蓝婕妤也会多吃几口饼。你是怎么发现的？你说饼不是你们的，有何证据？今日我们的糊饼是特意叮嘱过饭局做的小一些，甚至所有灶头用的糊饼都是这种小的，但蓝婕妤剩下的这一小块饼明显是原来的大小。如此说起来，你还有个菜园子，所以你的嫌疑倒也并未完全洗清。如果是你安排好的人做好了饼，皇上，今日趁乱，我今日丑时就在御花园里，若是我做好了饼带进来，那蓝婕妤拿到的时候，饼一定是冷的。皇上，把倾国押入潧庭审理，
此事本就是后宫不宁，就交由皇后处理吧。是。母后劳累半日，不如早些起驾回宫歇息。皇上怎么忘了，今日的重头戏还没结束呢？什么重头戏？你那么爱看戏，下个月太后寿诞你去演。听德妃这个意思，哀家要是走了，有的戏便要演不成了。什么结果？6个灶上了6个亲兄弟的菜，知道的说走投无路，不知道还以为是商量好了，还想要结果。除了裴宣和文光令，婚局主厨悉数罚封半年。皇上所言极是，再这么糊弄下去，膳房也越发的没规矩了。如今筹子数的输赢，皇上还认不认？裴宣，朕再给你最后一个机会，你若是现在承认当日顶撞太后，这比试结果朕就算你头名，奖励按正常的给你；你若是不承认，就现场数筹子。美食无贵贱，我只是就事论事。慢着，先不急着数。本宫方才让人去传膳的时候去的匆忙，没有给筹子，现在一并把筹子结算了吧。猪肉灶280只，水产灶273只，牛肉灶256只。不可能！怎么会是裴宣赢？共计889枚，加上德妃娘娘手中未交的1枚，共890枚。多出来的人是番邦进献的舞姬，真是无所不用其极。既然如此，还是裴宣赢了。筹子所换出来的银子都交由胜出者赵贵芳发配列庭学规矩，裴宣补为水产灶上的长侍。娘娘，宣太医，轩轩，恭喜你。裴主厨，后会有期。多谢安王殿下。难不成你喜欢这个型的？想多了，这是售后服务。今天做的不错，本王吃得开心，这是赏你的。轩轩，我先回去了。好好休息。他们之间是有什么矛盾吗？这不应该是我问你的吗？你的资料里难道没有银子？这是信，还有一条肚兜。这么看起来的话，只怕原身的身份真的不一般。难不成这个肚兜就是证据？裴长日，裴长日，